曾经有一份真挚的9年义务教育摆在我面前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陈慈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出招啊！我一个送外卖的，突然来到这个师道为尊的修仙世界，穿成了白鹿书院的一个在象形境停留了6年没有突破、没有任何修仙天赋的学生身上。正逢学院大比，这里的人以写诗词来进行攻击，灵力越高的人写出来的诗词攻击力就越大，写出来的诗词水准越高，攻击力就超级加倍。真的想跪下来求过去的自己少上课玩手机，多读点书，真的有用。而现在的我正在参加大比，如果失败就要因为年纪太大一直留级被遣送下山了，死脑子快想啊！既然陈师弟迟迟不出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天气暖洋洋，遍地好风光。太厉害了，林师兄不愧是年轻一辈最有才华之人。巨作什么东西？还以为是我低估了自己，没想到我是高估了你们啊！这玩意儿也叫诗词？这个世界文化断层这么严重，那我的唐诗300首……他傻了吧？看他被吓到的样子。林师兄可是写意境，被这种高端的方式对战都是他的荣幸。这还用想？随口一句就能碾压，遣送绝对不可能。我灵力低微，暂时无法做长句诗词，但7言绝句完全没问题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以后失败跟我陈词再无关系。等等啊，这么好的诗句，能是这个初阶学子写出来的？不是吧？这个画面我从未见过。我区象形境，念出来诗词威力这么大，我要是等级再高一点，那场景不得吓坏这些没见过世面。恭喜宿主第1次击败对手，激活系统小爱同学获10.1经验，等级提升，解锁唐诗300首。小爱同学，等等，我好像突破了！不是，他突破了！不可能，他怎么会？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的。不信，怎么可能？我要弄死你！墨玉，输给低阶师弟没什么好丢人的，只留点体面。墨玉对陈词，陈词胜。陈词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你什么时候突破写意境的？我说刚刚你信不？谢谢李大师先。你这次可给咱们初阶学子长脸了。走，我们去吃点好的。检测到宿主吸收到1条诗词灵力，现实账户到账10万元。你是说我在这个世界跟人家斗诗就能赚钱？是的，宿主。而且你自身灵力越强，赢得的灵力越多，银行账户到账金额越高哦，亲。相当于我是被你放过来打工的黑奴，你是中介，你还能帮我什么吗？每提升1个等级，可以交换1件你想要的物品。那给我一本语文书。好的。真给啊？那我岂不是要无敌了？小爱同学，你出来，这什么情况？检测到宿主查询教材内容显示异常，部分诗词内容超出宿主当前灵力等级阅读权限，已自动进行加密处理，俗称打码。打码？你给我本语文书还打码？你见过哪个学生上课教材还带马赛克的？宿主当前等级为写意境初期，仅可解锁义务教育阶段，建议背诵篇目的前40%。更高阶诗词需等级提升后方可显示完整内容。这个世界修炼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象形境、写意境、真言境、造化境、不想境。原主在象形境停留了6年之久，白天一战才突破到写意境初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升到下一级？你看我今晚这么努力，写意境0.1%，按前修炼速度，预约1270天可升级至下一境界真言境。1270天，3年半。我在这世界斗诗3年半，就为了看全一首《长恨歌》。白居易知道了，得从棺材里爬出来骂你。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，建议采取更高效升级方式。什么方式？与其他修士进行诗词对战，获胜后可吸收对方注入诗词中的灵力，修为越高的对手提供升级进度越多。这位大叔，对个诗不？就2句。神经病啊！大姐，滚！这条路行不通，太丢人了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凡被宿主诗词攻击命中的修士，其灵力会自动剥离一部分归于宿主。换言之，就是说我只要打人就行了。不行！我刚来这个世界的第2天就被通缉，这剧本不对。宿主白天已过了诗词大会初赛，若打败更高等的对手，获得第1名，可解锁隐藏奖励。诗词大会高等级对手，那我岂不是陈词？我靠！你白天让我在满院师生面前丢尽了脸，今晚我带了4个师弟来，你若识相，跪下来喊3声林师兄，我错了。你笑什么？送上门的血包5个，还带打包的，系统你看见了没？就算我不主动，经验包也要自己踹门进来的。哦，没笑。林师兄深夜来访，是来找我切磋的。切磋？我是来教训你的。
兄弟们，布阵！1、2、3、4、5。真是瞌睡来了就递枕头，正愁找不到对诗的，我可真谢谢你。你们大半夜跑过来就写这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力拔山兮，气盖世。你这不是象形镜的写法，你突破到血意了。巧了吗？不是，白天刚突破。不可能，不对，那又如何？我们5个人呢？北风卷地，百草有血。放我们下来。林师兄，你说什么？风太大，没听清。我说，放我们下来，我们这就走。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对诗的，怎么能让你们那么容易走？别急，我这首诗还有下一句：胡天八月即飞。够了，我们错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林师兄，要不你留下和我对诗？不，师弟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怎么就走了？小艾同学，刚才那5个人的经验够我涨多少？5个加起来才0.7%。林墨玉好歹是个师兄啊，他修为注水的吧？其余4人为象形境后期，5人灵力总量有限，预祝宿主在诗词大会上坚持到决赛，接触更高阶对手。3天内我再薅几个上门找茬的，把等级提上去，然后把这本书看全了。我好像看到半个字。视觉幻觉，请宿主专心休息。你就嘴硬吧你。早上好。哎，这位同窗，问你个事儿，这诗词大会具体啥规矩？我第一次参加，不太熟。就是擂台制，谁站在擂台上赢过所有挑战者，就是第一名。第一名可以直接拜院长为师。哦，那现在的擂主是谁？是我们初阶学子里的陈词。跟你说，他昨天可赢得太漂亮了。林墨玉学长本来已经守了95场，再赢5场就是第一。结果陈词半路杀出来，哗啦一道天河，直接把擂台砸了个大坑。你是没看见，整条银河从天上倒下来，林学长被浇了个透心凉，全院都炸了。同学，你看我像不像你嘴里那个陈词？现在大家又有机会了。林学长倒下之后，擂台重置，100个人全都排着队要跟陈词比呢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兄弟。上场！你院长，各位长老，我有个请求，咱们这样一个个打太慢了，我申请让台下99位同窗一起上。什么？1对99？他疯了吧？就算他写的诗再气吞山河，他的灵力也扛不住99个人同时攻击啊！对啊，而且这些学子里面大部分等级都比他高，初阶、中阶、高阶全都有。轻狂小儿！先不说学院规矩100年无人敢破，你可知灵力消耗不均的结果是什么？主要是我肚子里没那么多墨水，就算唐诗300首背得滚锅烂熟，这一趟下来得交代出去1/3，省着点用，能群殴就不单挑。我昨日看到你那句“飞流直下3000尺”，确实惊为天人。我本来很看好你，但你若坚持1对99，就要承担灵力被99人合力撕碎的风险。院长，学生准备好了，那就一起上。来吧。一夫莫开，万夫当关。我的喵，忘了系统不给看这一篇，我自己背2句也不行吗？死定了！死定了！死定了！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他化解了，99道攻击全被他化了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99道。该我了。
黑云压城城欲退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1对99，这怎么可能？熟悉吗？昨天你就是用这招对付。真的没人敢挑战了。还有人要挑战擂主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届诗词大会第1名陈词。终于结束了。小爱同学，有健胃消食片吗？恭喜宿主吸收99份灵力，现实账户到账99万元，当前等级为血意境中期，解锁7年级课文全本。99份灵力才涨到这点。99人中包含大量低阶学子，灵力质量有限。灵力低点就低点吧，到账99万还是很香的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背不书就别写啊，差点被鹰啄了眼睛吧。小爱同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院长找学生来，有何吩咐？陈词，你白天在诗词大会上力压99人，老夫甚是欣慰。按学院规矩，诗词大会第1名可拜院长为师。老夫想收你为内门弟子，你可愿意？内门弟子？内门弟子可享学院最高资源，最重要的是，可入藏书阁自由阅览。藏书阁？那我岂不是能搞到更多诗了？虽说这个时代文化断层，但总能找点有用的东西。学生愿意，多谢院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……慢着，院长，此子先是用邪门歪道击败了墨玉，又在1对99的擂台上用了不知什么旁门左术，我怀疑他偷学了禁术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别人收徒关你什么事？对别人徒弟名额占有欲不要太强好吗？我昨日亲自查验过陈词的灵力波动，干净纯粹，毫无邪气。他写出来的诗句灵力清正，是正经的写意之道。但一个初来乍到的学子，对象形境到血银境中期的跨越如此之快，确实不太寻常。灵力修为快慢各有天分，陈词天赋异禀，有何不可？院长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一请。说，我要与他对战一场。若我赢了，内门弟子名额进藏书阁的资格归我儿林墨玉所有。我林某人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。哟，原来是林墨玉他老爹，难怪叫那么大声。儿子输完老爹上，你们家是搞接力赛的吗？荒唐！林长老，你是真言境强者，陈词不过刚入血意境，你一个真言境欺负一个刚入门的孩子，传出去我们白鹿学院过于不体面了。真言境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林长老，您别打死我就行。其实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打赢，但万一赢了呢？真言境的灵力啊，那可是比血意境高了整整一个大境界，进度条不得蹭蹭蹭的往上窜？你小子疯了！他是真言境，写出来的诗能化成半真实的世界。你这小身板进去连骨头渣都不剩。院长，人生嘛，不过是一场豪赌。再说了，真要输了，院长看着就心地善良，应该会保下我这条小命吧？好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林长老点到为止，切勿伤人性命。院长放心。陈词，老夫不占你便宜，你先出。不用，林长老您先请。先出？我先出背哪首？万一背错了，又像上次一夫当关那样当场散架，
那乐子可就大了。让他先出，我还能看看真言镜的招式长啥样。好胆色！北风卷地，百草折，5天8月，即飞雪。等会儿，这不是我拿来打他儿子的招式吗？这个老登不讲武德，父子俩联合起来搞我。同一句诗，不同境界用出来差距这么大。我上次顶多吹飞5个人，他这直接给我造了个北极。林长老这一手北风卷地太曼妙了，方圆100亩化为塞外雪原，别说一个血意境初期，就是血意境巅峰也得被冻成冰雕。这简直就是直接冻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。林长老，你过。没关系，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一物降一物。祝融南来边火红，火旗焰焰烧天红。祝融，你召北风，我便请祝融，看看是你的血硬，还是我的火旗更红。哼，算你有2下子。哀猿啼断肠，万里尽飞风。我好惨啊！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到这个世界没有外卖，没有手机，还要被人追着打。林长老，你打死我吧，活着好累。陈慈，你清醒一点儿！你卡里现在有100万，还没花呢，不准输。你输了那些钱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啊，100万，我不能输！飞湍扑流，争喧灰。天涯转石，万壑雷。听到了吗？这是万壑雷。还没完，上有6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林长老，抬头是天，低头是水，你选一个吧。恭喜宿主吸收真言境灵力1缕，现时账户到账50万元，当前等级为血意境后期，解锁蜀道难。论语。好小子！真言境，真言境被血意境后期赢了，这说出去谁信？干什么？你那笔断了，这根先借你用。下次再来找我的时候，记得带根好点的。我这鸡毛不太够用。好。不过小子，你回去把校服换了，碎的只剩中衣了，不成体统。哦，对。小艾同学在。真言境的灵力才给我涨了23%。林长老灵力精纯，但总量有限，且已过巅峰期，建议宿主接触更高境界对手，如院长。唐书阁，我来了！李白大大，你等着我！不是吧，又来？我是学院的圣姑林芷嫣，你们林长老的姐姐。听说你在我闭关期间欺负我的老师弟弟，一片一片又一片。林长老，你弟弟哪里老实了？2片、3片、4、5片。等会儿，6片、7片、8、9片飞入芦花都不见，这位姐姐居然是龙叔叔的铁杆信徒吗？千磨万击还剑劲。你也是个前辈，适当讲点道理会怎么样？今天我就替他们讨个公道。
我说姐姐，我还没出招呢，这是碰瓷啊！我跟你说。休要伤我书院学子！居然敢伤害院长！不准伤我爹！墨玉，别过来！结阵，护院大阵！青松立威亚，岿然不动摇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装什么死？你觉得我嘚儿啊？你们4个整整齐齐躺板板，我什么档次站着跟人家打？你，哎，这什么人？他叫影煞，和我爹同一届的，在书院修炼了20年没突破真言境，被驱逐下山，觉得丢人回来报仇。哦，留级生脱粉回踩。白鹿书院果然都是废物，我离了你们5年就修到了真言境巅峰，等我今晚把你们全杀了，就能突破到造化境。他离开书院后悟了个诡异的功法，不用借诗词，直接靠墨笔伤人，一点文化都没有。哟，还是个邪修天才。小爱同学，在。我能打过这个影煞吗？打不过，他目前是真言境巅峰，宿主血印境后期，差了一个完整大境界加一个小境界，除非宿主突破到血印境巅峰，或许能勉强过2招。我要是救下整个书院，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。你是真的冷漠。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我一个扶老奶奶过路都要攒人臣的正经好青年，怎么可能见死不救？何况院长老头对我确实不错。你干什么？院长，陈慈，你快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有个办法，您借我点东西。借什么？匣里金刀，血未干。臭小子！你借院长的灵力？这灵力真带劲！恭喜宿主突破当前等级血一境巅峰。好了，打完了吧？现在该我了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境灭。你一个血意境的小崽子，也敢站出来？小崽子怎么了？小崽子也是祖国的花朵。不知死活！嚯，力道挺大，不过速度嘛，差了点。嘴硬，我看你能闪几次！真言境巅峰，比林长老还高一阶，硬拼灵力肯定拼不过，得靠诗本身的威力把他砸懵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境人踪灭。好干净的意境，你一个写意境的小子，写出来的诗能影响我的墨迹？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墨吞天地，血洗山河。我操，这他妈也算诗？字数对得上就行了是吧？不讲武德啊！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有点意思。靠，
血意境巅峰的灵力还是不够用，2手高等级施下去，灵力消耗过半了，得速战速决。我看你往哪儿躲！那就一招定胜负吧。蜀道难，蜀道难。地崩山摧，壮士死，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。这不可能！我是真言境巅峰，你一个血意境。血意境怎么了？血意境也是你爹。警告：影煞的灵力含有大量邪修杂质，无法吸收，建议宿主直接消灭目标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消灭？我一个送外卖的，连鸡都没杀过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慈，以后想报仇来找我，别找院长，老头年纪大，经不起你折腾。累死我！好，臭小子，你救了整个书院。院长，您别拍我，我骨头都快散了。对了，那把金刀划了您胳膊一下，您别介意哈。借我一丝灵力，换你突破血意境巅峰，还能打退真言境巅峰的邪修，这买卖做得值。算你还有点用。林长老，您那根鸡毛还在吗？还你，留着，给您当个纪念。下次再打架，记得用鸡毛，比您的毛笔顺手。我弟弟的事还没完。姐，您今天先用冰刀砍了我，又被影煞抽了一墨鞭，咱俩也算同病相怜了。要不今天先休战，改日再找你算账。谢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风太大没听清？我说谢了，走了。系统在。影煞没打死，我还放他走了，以后不会找我麻烦吧？喂，影煞睚眦必报，建议宿主尽快提升至真言境。行吧。对了，我今晚算不算救了全院？算。那有没有什么隐藏奖励？有，全书院好感度提升，奖励体能增强，反应能力提升，抗揍能力提升。抗揍？好啊，能抗揍好。终于结束了，我们快去藏书阁，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吧。看得到轮廓，但看不清字，这比拳打马还折磨人。就跟看视频卡在99%一样。突破到血印境巅峰之后，马赛克淡了但没全消，看来飞水到真言境才能看全。可是怎么突破啊？跟影煞打了一架，经验条就长了那么一小截。唉，还差一点点，再努力。谁？吵什么吵？看书就看书，嚷嚷什么卡在99%？你当藏书阁是你家炕头？婆婆好，你也是来看书的。我看书的时候，你爷爷的爷爷还在穿开裆裤呢。那您岁数挺大哈。你就是那个在擂台上1对99的陈词。您认识我？整个书院都传遍了，说白鹿书院出了个疯子，写了句飞流直下3000尺，还把真言境长老都给揍了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运气？你管这叫运气？你那句
飞流直下3000尺，是你自己写的？完了，要露馅了。是我。放屁！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写得出飞流直下3000尺，那是见过真正大山水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句子。你见过3000丈的瀑布吗？你见过银河落9天的场面吗？不用解释，你能写出这句话，说明你的心曾经到过那个地方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的心比修为走得远。我的心比修为走得远。我不过是个送外卖的，但李白的诗确实让我看到了那些东西。哪怕我没亲眼见庐山瀑布，读到飞流直下3000尺的时候，脑子里真有一银河从天上砸下来。写诗这事儿跟打架不一样，打架靠蛮力，写诗靠这里。你心里有东西，写出来的字才有分量。心里空荡荡的，背一肚子别人的句子，也不过是泼出去就干了。那我要怎么做，才能让写出来的字不干？等你心里真的有了，自然就不干了。我心里有东西吗？外卖订单、电动车、差评，好像都不是。那我心里到底有什么？我当时写那句话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其实不是庐山瀑布，我想的是大半夜送外卖的时候，抬头看到城市里那些高楼大厦亮着的灯一层一层的，像天上的银河掉下来了。哟，想通了。好像有点感觉了。检测到宿主心境提升，当前等级写意境巅峰突破真言境进度 99.8%。0.8%，我想了半天就涨了0.8%。你以为突破真言境是买菜呢？说突破就突破，慢慢悟吧，小子。什么动静？白鹿书院的院长何在？本官乃京城御用诗人柳如烟。这又是哪位啊？奉旨巡视8大学院师道修为，你们院长呢？让他出来迎接。御用诗人，还叫柳如烟，名字比人还秀气。哼！你，对，就是你。你是白鹿书院的学子吧？下来，本官要先考考你。我？昨天学院元气大伤，的确只有我了。就是你，磨蹭什么？这位大人，您要考什么？你就是那个陈词，哼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听好了，本官出一句上联，你对下联，对不出来，白鹿书院今年的御赐经费就扣30%。哟，这是来踢馆的？哼，你管这叫踢馆也行。听好了，白鹿山高，藏龙卧虎皆学子。这小学生水平吧。京城路远，装腔作势尽大人。你敢辱骂朝廷命官？我哪儿辱骂了？我说装腔作势尽大人，这明明是夸您呢。大人您看看您这气势多足啊！好，算你嘴皮子利索。那本官再出一道题。这回本官亲自作诗。一片白云天上飘，两行大雁向南逃。这是本官新作的七言绝句，如何？意境够不够深远？一片白云天上飘，两行大雁向南逃。这是
师姐的世道烂成什么样了？好事，好事！柳大人大才！哼，知道就好。那你可接得上这诗的后2句？大人，这诗，您确定是您写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质疑本官？不敢不敢。那您听好了。一片白云天上飘，两行大雁向南逃。若问本官何处去？京城御赐酒一瓢。你接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本官的诗被你接成什么玩意儿？被你接成什么玩意儿？大人，您写白云大雁，我接喝酒，这不是天衣无缝吗？白云配美酒，大雁下酒菜，多应景啊！陈词，本官方才不过是考教你的接连功底，真正的诗道比试，可不是对对子就能赢的。哦，那怎么比？真正的诗道是打出来的。金戈铁马，气如虹，万里山河一望中。好家伙，这货比林墨玉那帮人强，至少他写的诗是不是天气暖阳那种玩意儿？虽然水平嘛，大概也就县城作文比赛3等奖吧。大人，您这金戈铁马气如虹，气势挺足，但还差了点东西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这是谁的句子？沙丘点兵。柳大人，您的气吞万里如虎，吞得下800里兵马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以前背诗，总觉得那都是别人的东西。李白是李白的，杜甫是杜甫的，跟我一个送外卖的有什么关系？但刚才我把辛弃疾的句子写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着的是，我不是在借用他，我是真的跟他站在同一个地方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心境突破，恭喜宿主突破真言境，当前等级真言境初期，显示账户到账500万元。你突破了，就在刚才，当着本官的面。真眼镜，原来是这样。柳大人，多谢您千里送人头，不对，千里送经验。你，本官。本官此来，并非只为巡视。哦，那还干啥？奉天承运，北境蛮族犯边已于3月，其军中唱诗人以瘦骨为笔，羊皮为纸，书写诅咒诗文，使我边境守军疫病缠身，军心溃散。现特令8大学院各遣精锐弟子奔赴北境，协同御敌。蛮族唱诗人，诅咒诗文。本官来的路上已经听说，前2批派去的学院小分队全折了，不是战死，是感染了诅咒，浑身溃烂，连笔都提不起来。现在还能派人的学院，就剩你们白鹿书院，还有清辉学院。你去找院长，找我干嘛？院长指定你带队，会再给你安排几个人。行，走一趟呗。反正刚突破真言境，正想找地方试试手。北方的风，应该比林长老那北风卷地正经点吧。师兄，下面好高的云！高好，掉下去死得痛快点。
师兄，咱们为啥不坐非洲啊？书院不是也有楼船吗？院长说经费紧张，非洲一趟油钱够我吃3年烧鸡。这个环保，不烧油还免费。下面那位可是白鹿书院的陈词陈师弟。是我，慕容师兄好。陈师弟，白鹿书院穷到这个地步了。一只秃毛鹤配一张破竹椅，这就是白鹿书院的牌面。立刻上场，别被蛮族一脚踩成鹌鹑蛋啊！你们，慕容师兄，非洲确实气派，不过我这个也不差，不差，一只仙鹤。你是打算飞到北境再炖了吃肉？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什么？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慕容师兄，境内9只金鹏，加起来够他塞牙缝了。师兄，你把它变出来了，活的！师兄，你这哪是坐骑啊？这是海洋生物入侵啊！走吧，老伙计，让金鹏们先飞，咱们入去。师兄，咱们继续赶路。云海这么大，各走各的道多好，非要凑过来找不痛快，是吧，老鲲？师兄，这鲲能一直带着我们飞到北京不？其实我也没想好怎么让他往前走，他刚才是从云里跳出来的，又没有导航。师兄，这怎么回事？第一次写这东西，灵力不够持久，正常正常。继续赶路，非洲早就没影了，咱们慢慢追。又败了，8大学院派来的7支小分队全让人家打回来了，就剩清辉学院和白鹿书院没到。清辉学院首席弟子慕容清，奉命增援。废，一群血意境中后期，连蛮族创始人的边都没摸到就被打回来了。都让开，看我们清辉学院！这样，因为那些诅咒根本不是普通诗词能扛的。白鹿书院的，白鹿书院陈词。带4个真言境初期，带4个血意境中后期。你是来郊游的还是来送死？你管我来干嘛的？能打就行。能打？你怕是没见过蛮族的唱诗人。哼，看我的！清风出鞘斩劫碎，万里边疆一剑清。什么？我写的可是真言境初期的剑意。又败了！快撤！支援特甲长老！这清风斩邪祟架势不错，可惜剑不够快。你行了，该我了。师兄，走啊！走什么走？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哪儿来的风？谁的诗能吹散诅咒？师兄把风吹回去了。真言境初期的诗，能压住蛮族百名唱诗人的诅咒，这不可能，这根本不是真言境初期能做到的。好！北风，我们这边也有春风。喂，那个拿鼓杖的。你们用血来写诅咒，我们用苦气来写诗，更硬。不许退！把骨头给我！
一拳不够，还得再加一脚。青海长云暗死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你写这诗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要让人跪下，还是想让人的膝盖软？我想的是，让你记住这条路，记到以后你半夜做噩梦，梦里都有一座关，关上有一个人，他写了一排字，字上有一道金甲线，金甲线的另一边，没有你站的地方。上沙百战穿金甲，我背了100遍的句子，今天第一次知道，写他的人当年站在城墙上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你们别过来，而不是我要把你们全杀光。战略威慑评级历史级，蛮族完整退兵至黑山以北，灵力消耗过量，建议宿主休息不少于12个时辰。军队才长这么点灵力。蛮族的诅咒虽力量强大，但筛选掉不纯粹的灵力，只能吸收2层。陛下，臣等从北境归来，本应报捷，但有一事不敢不奏。白鹿书院陈词以一首诗退蛮兵，护住了边城，本是大功一座。然边城军民从此只知陈词，不知朝廷。更有甚者，已在城门口悬挂陈词画像，日日焚香供奉，口称陈词在，边关稳，朝廷远，莫如臣。若真如此，边关岂非成了他的私地？区区一介学子，竟让边城居民只认他不认朝廷，这还了得？陛下，臣并非嫉妒陈词之功，只是北境蛮族虽退，但若地方只认一人不认朝廷，他日若陈词心生异志，陛下，老衲有一言，以论道大会之名，召陈词进京，让他把脑中那些诗词交出来，由朝廷与各家共参，总好过一人独藏，滋生事端。那就照大师说的办，召陈词进京。嚯，这阵仗比北境还大。陈词，陛下召你进京，是为论道大会。你那些来路不明的诗句，今日需向天下修行者交代清楚。慕容师兄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在北境城楼上被诅咒黑雾拍的吐血呢，这么快就活蹦乱跳了？恢复的挺快啊！你少扯闲话。北境之事，陛下自有公断。今日请慧能大师亲自与你论道，你若问心无愧，何不敢接？陈施主，老衲听闻你在白鹿书院短短数日，连破数级，直达真言境。你所用的诗词句句精妙，字字珠玑。这些诗，陈施主是从何处得来？若是上古传承，理应上交朝廷，由诸家共参；若是自创，老衲想当面领教。大师，您是想让我把脑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，给大伙儿看看？老衲只是为天下修行者着想。陈施主一人独享如此多精妙诗句，于修行界而言，未免不公。大师，您说不公？我脑子里的东西是华夏文明5000年的积累，5000年的风吹日晒、血泪山河、喜怒哀乐，全装在这些字里。哼，你让我3两句就交代清楚，您这胃比北境蛮族还大，狂妄！一个真言境初期的小子，敢对慧能大师如此无礼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先拿下再说。一招一式，一来一回，多累！打完了这个打那个，得找个人帮我的。
三军殿各当其领，千里雷池扫阴山。你召我来，就为了等这些？霍将军，辛苦您了，一个人全包了，打完有奖金。来了！霍将军，左边，那个人在蓄力。对，坐杆拍他。好，右边那个要跑。将军您回头，漂亮。在织什么？围巾。北境回来之后总觉得冷。真言境初期精血化形，幻化出来的人物能持续作战这么久，这不合规矩。每击退一人，这小子的灵力就增加1分，他找来的帮手更强上1分。这么打下去，只会越来越强。哇，原来吸收灵力是这么个流程。我越强，你越强。霍将军，再打一圈。住手！陈施主，老衲今日领教了，你的帮手确实厉害。但老衲只问你一句，你哪里学来的一身歪魔邪道？可都是遵循你们这个世界规则来的，有事就写，有灵力就用，有架就打。我只不过脑子里的知识比你们多那么一点点，就1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老衲以1字禅与你论道。你若能赢，今日之事作罢，老衲亲自向陛下解释北境之事。你若输了，你脑子里那些东西该交出来的一件不落。成交。得再想想下一关怎么过。陈施主，老衲这一字叫做空，世间万法皆归于空，诗词也罢，灵力也罢，人心也罢，你写一个字来破它，写不出来，便是你心中不空。怎么感觉自己的脑子像是被人放了个吸尘器？那些平时随时能调出来的诗句，一瞬间全都模糊了，像雾里看花。我操，这老和尚的空字有洗脑功能，我脑子里唐诗300首的词条怎么全卡住了？空，大师，您这字写的确实好，不过您要空，我偏要实。人，陈施主，一个人字怎么破空？大师别急，我这字没写。大师，您要空，空是一切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。但我这个人字，人字里有个人，人字有2笔，一笔是你，一笔是我。你站在我面前，我站在你面前，我们就不是空。您说空的时候，心里想着的是什么都没有；我说人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着的是，至少你还在。你这不是1个字，你这是5个字。你也没说只能写1个字啊，您只说写1个字来破您的空。这是人，下面4个是备注。儒门有真圣。恭喜宿主论道胜利，未能承认宿主身份正当，君城舆论已扭转。当前等级真言境初期 81.6%， 又涨了 25.5%， 这老和尚灵力挺足啊。文圣灵，哪位道友渡劫把棺材板掀了？灵力波动比我突破真言境那天还猛3倍。小艾同学，这是不是大机缘？是不是又有经验包送到了我门口？文圣灵木异动，地下封印松动，建议宿主保持安全距离。安全距离？
我来这个世界的字典里没有。谁？老邓，你不讲武德！要怪只能怪你这双手写出来的东西太可怕，一根鸡毛写了多少惊世骇俗的句子。今日若不除了你这双手，他日你写出比仁者爱人更厉害的东西，天下还有谁治得不住你？大师，您这是怕我，还是怕我脑子里那些您没有的东西？随你怎么说，带下去。小爱同学，我被人绑了，你不管？精神上鼓励，物理上不管。你是真不怕我被人剁了？宿主虽被禁灵，但体内真言境根基未损，此等反铁镣铐困不住你超过半个时辰。况且这种小麻烦还用不着我出手。行，小麻烦，那大麻烦来的时候，你可别装死。快走！磨蹭什么呢？你们这伙食怎么样？一天几顿？有肉吗？没肉我可投诉啊！你当这是客栈？环境一般，通风不好，采光差，差评。大师，文圣陵地下宫门开了，300年前陨落的文圣骸骨被人复活了，变成了一具会杀人的文尸，守墓人全死了，附近的村子也被波及。谁干的？据现场目击者说，是一个穿身玄色长袍、拿着巨笔的男人，自称影煞。带他一起走。大师，上面的意思是关着他。文尸不是普通修行者能对付的，他或许能有点用。您刚把我关进来，又要把我放出去，您是数翻书的吧？你最好祈祷你那双手还写得出来东西，否则文尸杀完所有人之后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墙上的字在动，那是文圣生前的文章，300年来被封印在陵墓里，现在封印破了，他的文章就成了杀人的刀。卷穹列玉简，赤符镇山河。天地气，文章动九冥，这已经不是真言境能挡的了。大师，您这镣铐能开不？现在知道急了？我不是急，我是怕您那道金光碎了之后，我们俩都变成墙上那些字的注笔。我鸡毛呢？拿着，别死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舍得我死似的。文圣生前的文章，全是好东西，但现在全变成杀人的刀了。一个生前教人一善，死后被人做成杀人的武器，这比被骂还恶心。小爱同学，在。他不是冲我来的，他是冲所有人来的。我可以逃，但不想逃。打不赢的话，你能保我一条小命吗？救人奖励经验值。那挺好。来了，文圣前辈，对不住。绝不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任。文圣前辈，您写了那么多文章教人做人，不是为了让人拿您的骨头当武器用。冰水为之而寒于水，后生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矣。学成归尘，后生可畏。好。丁，吸收文圣遗则，等级提升至真言境巅峰。解锁文圣部分衣钵传承，解锁诗经、礼记。现实账户到账500万元。文圣前辈，
您教了一辈子一言立千载，万事开心财，结果自己被人做成了杀人的刀，谁干的？陈慈，又是你坏我好事。这颜色不对，真言境的墨雾是纯暗红，他这墨雾边上带金边了，造化境。你以为文圣陵里只有文师值得拿？我在你进来之前，已经抽走了陵墓中残存的文圣骸骨本源之力，虽然只抽了半成，但足够我突破造化境。我影煞不靠诗不靠词，照样修成了造化。凭什么那些写2句酸诗的废物就能高高在上？凭什么我拼尽全力也写不出一首像样的句子，就要被各大学院排挤？凭什么为官为民都要看文学底蕴？好家伙，写不出好诗被排挤，考不上功名就恨上师道了，这不是学渣版的灭霸吗？成绩不好就要炸了985-211。我只要以造化境的灵力驱动文圣骸骨，将其炼化成一柄文骨刀，8大学院天下文人我全杀光，从此世界再不以师道论强弱。你那一肚子诗句算什么？我灵力比你高出一整个大境界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影煞，你这话说的，就好像只要把文化人全杀了，你自己就变文化人了一样。你说世界不应该只以师道论强弱，这话我同意，但你觉得炸了学校杀光文人就是解决方式，简直可笑。废话，可事实就是，我脑子里的东西就是比你邪门歪道出来的东西强，邪不压正。今天我就用文化人的方式把你打服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够。精血化鱼，魔咒天晴。这鱼有剧毒，沾之即腐。真够脏的。不过你有墨雨，我有琵琶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以音波为屏障，一首诗里声音的部分被单独提取出来，化为实体。你有屏障又如何？看我万剑虚空！那些剑身上的文字，全是被他杀害的修行者灌注了精气的诗篇，每一支剑都是一条命。你嘴上说着看不上写诗写词的修道者，但他们写的诗句结出来的灵气，你倒是照用不误。影煞，你比我想象的还不要脸。哪来那么多道理？好，万剑，行。这儿也有万生。大贤曹操如其语，小贤切切如斯语。曹操切切错杂盘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我为何动弹不得？你这是什么邪术？邪术？我写的可是正经的古诗，你动弹不得，是因为我写的是音律之法。琵琶行写的就是声音。你的毒箭，你的墨雨，你的邪气，本质上全是噪声。我用真正的音乐来治你的噪声，这叫以正治邪。同样是满心抱负不得施展，看看别人写的书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人家弹琴的姑娘和你一样命，但她弹的是无声胜无声。你呢？你弹的是什么？是血，是毒，是杀了多少无辜者的孽。其间弹幕文何物？杜鹃啼血缘哀鸣。住手！住手！什么？你杀不死我！我可是天道的人，天道的下一个目标是你！天道的人，那红光是天道敕令，影煞被天道收走，不是逃命，是被回收了。回收？天道不会容忍失败者留在人间暴露太多秘密，影煞死不了。陈公子，您的手没事，就是蹭了点灰。那不是灰，
那是影煞的浊气。难怪我胸口像塞了一团生锈的铁丝。检测到宿主体内侵入大量圆浊灵气，来源影煞所杀修行者的残魂怨念。该灵气与宿主现有灵力体系冲突，建议尽快炼化。当前吸收难度极高。这次吸收怎么这么难受？之前吸灵力都是暖洋洋的，这次跟吞碎玻璃一样。因为这些灵力的主人原本就是被影煞杀害的修行者，但影煞的功法使这些灵力沾染了浊气，强行吸收会造成经脉刺痛。对了，那你有没有布罗芬？我胸口痛到快原地升天了。宿主首次申请非修炼类物品兑换，权限通过兑换物品。布洛芬缓释胶囊乘1，扣除灵力值，微量。恭喜宿主突破造化境，当前等级造化境初期，道德经，现实账户到账1000万元。臭小子，总算醒了！老衲可是为你护法了3天3夜，连口水都没顾上喝。谢谢你啊，你人还怪好的，没趁机杀了我。你不会还想抓我回去默写课文吧？我可跟你说，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们一命。文圣陵那棺材板是我按回去的，那文尸也是我摆平的。你不给个锦旗就算了，别恩将仇报啊！老衲倒是想抓你。但你现在的修为比老衲还高一个等级，老衲打不过你。哦，对，造化境了，那确实打不过。不过，你还是得跟老衲回一趟皇宫。干嘛？又要论道？因为你已经被天道标记了。也是时候去看看这个天道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说下一个目标是我？这是文圣陵中老衲趁乱取出的残卷，上面记载了300年道文圣陨落的真相。你应该看看。天道立世，本应护佑苍生，然300年年间，天道渐生思念，以维持平衡之名压制天下文章精魄。凡能写出撼动天地之句者，皆被天道标记削弱诛杀。文圣之死非天劫，乃天路也。所以300年前，文圣不是渡劫失败陨落的，是被天道杀死的，尸体封进陵墓，文章散落八荒，还被扣了个天劫的帽子。这手法够狠的。文圣死后，此世界的师道便逐渐式微。8大学院的诗词水平你也亲眼见过，那些所谓的意境真言，不过是在天道划定的框框里打转。此后300年，凡有精才绝艳之人，写出超越时代之句，要么莫名走火入魔，要么意外陨落，要么被冠以邪道之名驱逐天下。所以影煞说的天道不是世界运行的规律，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东西，活着的会嫉妒会杀人的裁判。影煞就是他选中的工具之一，或许还会有另一个影煞，或许会直接降下天罚。总之，天道不会允许有超出这个世界的文明存在。难怪这个世界文明水平烂成这样，原来是有人在上面压着一块天花板，谁长高了就敲谁的头。陈慈，你现在虽然突破到了造化境，但仅凭个人之力无法与天道抗衡。不过，皇城的文脉能护你周全，那是文圣陨落前以全部修为凝成的一道本源之力。你之前还把我关天牢呢，现在又带我去找文脉，翻书都没你翻得快。老衲之前要你交出诗句，是因不知天道真相，以为你是用了什么邪术。如今知道了，老衲虽不算什么好人，但也不至于帮着一个杀人天道来害你。行，信你一回。这4人的胡须加起来大概能绕我2圈。翰林书院4位院士皆为造化境中期，按规矩，欲入文脉者需通过4老联考，考不过便不能入。4个人一起上，若连吾等4人的尸阵都破不了，入文脉也是送死。哼，他以为他是谁？4院士联考，白庐书院建院以来从没人通过。他那些诗句肯定是哪里偷来的。文圣陨落之后，他的文章散落各地，这小子说不定挖了哪个墓。你说我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别瞎说啊！我告你诽谤。4个造化境中期，行，正好试试刚突破的强度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生潮。这座山不简单，
以真言境巅峰的诗句应皓武等4人合力，竟能抵住一瞬。不尽长江滚滚来。4位老先生，还来不？通过，门脉入口在你身后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他那些句子根本不是他能写出来的，肯定是偷的文圣陵里的遗作。孤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翩纷。这地方比我见过的所有风景区都好看。陈词，听好，去找到诗道碑，然后用一首足够分量的诗与碑中文脉产生共鸣，唤醒它。但历代试过的人都失败了，碑中蕴含的文圣意念太强，寻常诗句根本无法撼动。你可以一试。行，试试呗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文圣前辈，我来晚了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然人心有人，以文字为周矣。今日我死，文字不灭。后生若得此碑，必续此道，替我把天。我看到他了，文圣陨落前的最后一刻，那些缠住他的金弓和打在我手上的红光是同一类东西。检测到宿主吸收文圣遗志最后一篇未尽文章的共鸣碎片，当前等级不变，解锁特殊能力文脉共鸣。文脉共鸣就是攻击加成。好，这把刀我先收下。多谢文圣爷爷。我出来就被劈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老秃驴，你不是说皇城的文脉能护我周全吗？这雷怎么回事？你已经踏出文脉了，就半步，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？哟，这不是白鹿书院的大才子吗？怎么被雷追着劈啊？偷了文圣陵的东西，你以为没人知道？文圣300年没发威了，今天这是来找你算账了。活该，抄来的句子就是抄来的，天道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这么闲，你要不要过来替我被劈2下？我们可没偷文圣的东西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雷劈。完了，鸡毛没了，我拿什么写字？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有本事你等我写完1整首再劈啊！你不是能写诗吗？写啊，写出来挡雷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没笔了。笔没了，写字来不及，写字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写字？我写诗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把脑子里的句子变成攻击的手段。那写字只是媒介。如果我不需要媒介，天母连天向天横。他没拿笔，他嘴念的，念出来的也能挡雷，这不合规矩啊！不用写字，用嘴就行，我念出来就能打。哈哈哈！日拔五岳，赤诚。
早就该想到的，诗在心中不在纸上。检测到宿主解锁心念吟诵能力，诗境发动不再依赖实体媒介，仅需准确念出诗句即可。当前等级造化境中阶，恭喜宿主。被雷劈还能长经验，这天道是来送外卖的。天母连天向天横，李白老先生，你这句太顶用了，谢了。他念了一座山出来，是把五岳演赤诚，五岳都被他压过去了，这什么级别的句子？大师，你看我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算，但你先找件衣服换上，不成体统。哦，对。陈词小友，你方才所用的诗句威力之大，我等闻所未闻。你既已入过文脉，想必掌握了文圣的某些遗篇传承，那些诗句不该由你一人独占，请你在此写下所知的全部诗句，由八大学院共同参演。陈词小友，你方才所用的诗句威力之大，我等闻所未闻。你既已入过文脉，想必掌握了文圣的某些遗篇传承，那些诗句不该由你一人独占，请你在此写下所知的全部诗句，由八大学院共同参演。写下诗句，各家共参。想好了吗？我脑子里的那些句子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们来自我的故乡，来自一个5000年的文明，所以我才会被雷劈，被天道围殴，被你们叫盗墓贼。你们确定要把这些东西留在这个世界吗？你们觉得拿了这些东西之后，下一个被天雷追着劈的会是谁？想清楚了再来找我，我不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但下次开口之前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肩膀，扛不住下一个。大师，走吧，找个地方换衣服。大师，天道没把我劈死，但我觉得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天道从不会放过任何超标者，他自然会换一种方式来找你。只是老衲也猜不透。400年一度大陆师道角逐赛3月后开启，各大陆代表队速至天选台报道，逾期不至者视为400年一度。你不是说文圣那届是300年前吗？不对，角逐赛原本是400年一次，上一届就是300年前文圣带队那场，下一届应该还有100年才对。所以这是天道为我提前开的专场。恐怕是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大师，天道这次是冲我来的，我不去，全大陆跟着遭殃；我去，哼，他估计也没打算让我回来。陈公子，陛下急召，请即刻入宫。天道之音，你已经听见了。角逐赛提前100年开启，目标直指本大陆。听见了，陛下召我来是让我带队。陛下，300年前文圣带队参赛，他的诗明明赢了所有对手，但天道在赛后宣判他违规。理由是，他的诗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此后300年，我大陆文脉被天道层层压制，修行者寸步难行。如今若再败，连续2届垫底，天道将宣判本大陆为废品大陆，灵气散尽，草木枯死，所有修行者灵力溃散，凡人疾病丛生。陛下，300年前文圣带着全大陆最顶尖的6位高手尚且惨败，如今我大陆连1位不朽境都没有，派谁去？你们看我干嘛？陈公子，你已入造化境中阶，是我大陆目前修为最高之人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去？陈词，你已突破造化境，独自前往，以带上拖累更妥当。天道既已盯上你，你若不去，他迟早会以整个大陆为要挟，逼你现身。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。陛下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，你让我一个人去，是觉得我去了能赢，还是觉得我去了不回来，对大家都好？行，我去。陈公子，你可知那角逐赛上全是灵品大陆的顶尖高手，你一人前往。300年前文圣带着6个人去，赢了师，输了命。今天我一个人去，赢了大陆翻身，输了反正你们也没指望我回来，不亏。一路小心，别送了。牌面，我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。云梦不朽境，那少年看着不像14、15岁，8成是驻颜有术的老怪物。苍梧那个摇扇子的最多打7分，赤焰那个红头发的看着能打8分。哟，
未平级大陆的队伍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是来不了了，还是压根儿没有？一个人也敢来？你是来送死的还是来旅游的？我看是来凑数的吧。未平级大陆本来就没什么能拿出手的，派一个人来省路费呗。我是来拿第一的。拿第一？哈哈哈！你一个人？你知道灵品大陆的队伍是什么境界吗？你知道云梦那个领队是不朽境巅峰吗？你知道300年来没有任何未平级大陆进过前3吗？300年前，我们大陆的文圣带着6个人来了，他赢了师，只是天道判他违规。今天我来了，1个人，我比文圣少带6个人，但我脑子里的师多了何止600年。天道使者，天道亲自派下来的，100年未有，天道使者亲自现身主持，这届角逐赛不简单。本座乃天道座下使者，奉命主持本届角逐赛，规则由天道定，胜负由本座裁。各队听令，第1轮破题。天道给出主题，各队现场创作，由本座与碑灵共评。1炷香时间计时开始，1炷香后仍未交稿者视为弃权。72分，稳了。86分，不够。我有写离乡，写行路，写想回回不去，这题我熟。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第1轮结果，未平级大陆陈词99分，第1名。9分，从未平级大陆1个人。好诗。诗灵评语：该诗与现有任何大陆诗库无重复，判定为原创。安静，第2轮即刻开始。第1轮结束了，还有2轮，急什么？第2轮斗诗，抽签对阵，诗句化为实体攻击，一方认输或灵力耗尽为止。抽到我了，好！双方就位，开始。陈词小儿，正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凡品上位的真正实力。7对1，公平竞技，你会后悔选1个人来的。我纠正你一点，不是选了1个人来，是只能1个人来，但我1个人够了。金戈铁马破云霄，万里赴戎机。关山度若飞。铁气突出，刀枪鸣，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苍梧大陆认输，未平级大陆陈词胜。本座主持角逐赛300年，单人参赛连胜2轮者，你是第1个。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？第3轮准备。300年来，没有任何未平级大陆的队伍能撑到第3轮。你1个人打了2轮，灵力还剩多少？够用。第2轮你念的诗里有一句“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”，那首诗的全篇你还有多少？够你听完1整局斗诗。
碑林曾收录历代参赛者所有被判定为失败试卷，300年来共计48000首残尸，他们被天道判定为不合格，但他们的灵力并未消散。此刻，他们已凝成尸阵。我写的不对，我写的不行，错，我一定能写对。入阵者将以活尸镇压所有残尸怨念，阵中残尸会吞噬你、渗透你，将你同化为他们的一部分。无人规定时限，也没有人活着走出来过。入阵或弃权，你选。你们是在喊我是不是错了？48000首，你们不是来找我打架的，你们只是想问一个对错。可诗本身没有对错之分。月落霜满天，后面是什么？我忘了。不对，又不对，我写了3遍，改了7遍，还是不合格。我不够好，我写错了，我应该再改。你们没错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，你们本来就没有错，是那个判定你们错的东西才是错的。把那些残尸的执念放下了，不是镇压，是让他们自己走了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首诗不是写给天道看的，是写给那些被天道否定过300年的人看的。48000首，我没有镇压他们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他们不需要被判定。第3轮破阵，未平及大陆陈词，阵未破，阵自己。48000首残尸已全部消散，通过。角逐赛结果：第1名未平及大陆陈词，评级晋升仙品；次名新词大陆。宿主所在大陆评级提升，未评级仙品。宿主个人等级提升，造化境中阶造化境巅峰，现实账户到账5000万元。300年前，文胜被判定违规的时候，你站在台上，心里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他没错？尘埃尽，本来无一物，你们本来就不该被关300年。走吧，别再回来了。陛下，天选台方向传来消息，角逐赛结果已定，我大陆。说。第1名仙品，我大陆晋升仙品了！我困在真言境巅峰12年，刚刚突破了造化境，我入造化境了！就在刚才那一瞬间，我卡在血意境巅峰7年，刚刚那只金光落下来的时候，我突破了。我们大陆赢了。仙品是什么概念？灵气浓郁如雾，凡人可长寿，修行者突破瓶颈极大降低。这辈子居然能活到这一天，是灵气潮汐，整片大陆的灵气浓度在暴涨，是那个叼鸡毛的小子干的。洪真子，你真的做到了。陛下，陈词他一个人拿下了第1名。朕让他去的时候，没想过他能回来。朕派他去送死，他把整片大陆带回来了。陛下，陈词他正在从光道上往回走，还没完。一个不够，还来一群，
陈词，角逐赛已毕，你的使命完成了，但你脑中诗句必须留下。你写过的每一首诗都已录入天道碑库，但你的脑子里还有更多。天道有令，结其识海，封其灵台，所有诗片归天道所有。解我脑子？你们这是查穷没过要删我稿呗？你们这效率也太高了！我刚打完比赛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乱石穿空。惊涛拍岸，卷起天对雪。10个造化境巅峰，唯有我一个，你们这是单挑还是群殴啊？检测到宿主灵力剩余量21%，建议撤退。撤哪儿去？天道明显是追着杀。陈词，交出识海，天道留你全尸。你们要我的尸？行，我给你们，但我怕你们接不住。三圣道脉陈天火，万古长夜一生平。你们要诗，我给你们3000年的诗，看看是你们的规则硬，还是这3000年的人心厚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传承。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告诉天道，我脑子里的东西他收不走，因为那些东西从来就不属于我一个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送外卖的，但我的外卖箱里装了5000年。谢谢3位老先生。你们还有后手？这什么地方？虚空裂缝，天道的垃圾场。所有被天道判定为多余的东西，过时的规则，失败的诗句，被淘汰的修行者，都会碾碎、压缩、封存在这里。这里是世界之外的夹层。垃圾场。所以我被天道当垃圾扔进来了。宿主目前状态：灵力剩余0.3%，体能剩余不足5%，无食物、无水、无出口。也就是说，我出不去了。文圣前辈，我是不是在经历你经历过的一切？反正也回不去了，那我至少留点东西下来。神州侧万千万国，兵书千头万国春，全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。故人，我朝前无之气，天下谁不是君？让这老死死亡尽，让君这果然，我也成了下一个文圣了。1000年的火种，千万不能丢了。检测到宿主完成诗毕，共计4300余首诗，突破不朽境。够不够当个纪念？